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张一山首谈与赵丽颖合作在人间，他的戏太有压迫感了。张一山与赵丽颖首度合作悬疑短剧在人间，演绎人格分裂与赛博朋克的烧脑故事。赵丽颖为角色苦练手语，体验底层生活。张一山银发造型因档期冲突变卤蛋，观众预约量已破300万。张一山近日接受采访，首次公开谈论与赵丽颖合作的悬疑短剧在人间。他透露这部剧是他近2年前新创作的重要作品，为了专注角色塑造和作品打磨，特意减少了公开活动。谈到与赵丽颖的合作，张一山表示充满惊喜，两人在拍摄现场因为剧本的趣味性和彼此默契的配合而倍感投入。在人间以虚拟空间为故事背景，融合了多种人格、赛博朋克和无限流等元素。剧情围绕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妇人格与尹昉饰演的徐天主人格展开，讲述他们共同破解人格困境，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。张一山在剧中饰演神秘角色王阳明，其复杂的心理和悬疑设定被观众称为人格分裂教科书式演绎。该剧由曾执导红色的徐冰担任导演，共8集，以紧凑的叙事和深刻的哲学隐喻为特色。作为四川省重大文艺扶持项目，该剧预计将于2025年5月在爱奇艺平台独家播出。张一山对赵丽颖的专业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称赞她通过眼神转换和肢体语言精准展现角色矛盾性。他还透露，赵丽颖为了贴近角色，专门学习了手语并体验底层职业生活，甚至在拍摄监狱戏份时主动要求重拍以求更真实的效果。观众对两人的首次合作充满期待，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突破2亿，爱奇艺预约量更是超过了300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一山还分享了拍摄期间的有趣插曲。由于同期拍摄的另一部清朝题材剧集制作周期较长，导致他为在人间特意染的银发造型无法保持，他幽默地自嘲收获卤蛋1枚。而赵丽颖近期除了电视剧作品外，还在热映电影《向阳花》中饰演刑满释放的单亲母亲，同时担任动画电影《幽灵公主》的中文配音工作，展现出在演艺事业上的多元化发展态势。在短剧在人间的发布会上，张一山依据赵丽颖的戏太有压迫感了，瞬间登上热搜。这不是贬义，而是一个专业演员对另一位专业演员最高级别的肯定。张一山向来以演技自然、情绪精准著称，他的这番评价显然来自对赵丽颖实际合作后最真切的体会。赵丽颖和张一山，一个是从偶像到实力派的代表人物，一个是童星出道演技挂的代表性男演员。他们此前在荧幕上从未有过交集，但在人间的出现，却让两人终于在一个复杂深刻的故事中正面碰撞。不同于以往的大制作正剧或仙侠 IP， 这部短剧以社会现实为基底，聚焦心理创伤与人性边缘状态，对演员的内在控制与情绪张力提出了极高要求。在采访中，张一山提到，赵丽颖在拍摄过程中不说废话，一进场就是角色本身。有一场戏，两人对峙，赵丽颖眼神几乎不带任何预警，情绪就像浪头一样朝她扑面而来。那一刻我几乎忘了台词，我只觉得她是真的活在那个角色里。张一山坦言，他虽然拍戏经验丰富，但赵丽颖带来的压迫感让他在演戏的当下不得不全神贯注，逼着自己拿出更深层的回应。这种逼迫不是恶性竞争，而是一种正向的表演激发，是专业演员之间罕见的默契。在人间讲述的是一对看似普通的母子关系背后隐藏的创伤真相。赵丽颖饰演一位长期隐忍、自我压抑的母亲，而张一山则饰演他的成年儿子，一位在现实中游走、心理扭曲却始终渴望温暖的青年。这种关系设定本就带有强烈的情绪张力，而两位演员在细节处理上的寸步不让，更让整个剧情呈现出一种近乎窒息的压强感。赵丽颖的表演不是大开大合的情绪爆发，
而是通过眼神、呼吸、微表情控制将角色的情绪深深压住，然后一点点释放。这种方式对搭戏演员的控制力提出极高要求，也正是张一山会用压迫感来形容的原因。赵丽颖一直以来都被误解为偶像出身，但事实上，她近年来的转型已经完全走向实力派的方向。从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到向阳花，她不仅挑战现实题材，更是在角色心理层面不断加深对人性的剖析。此次在人间中，她几乎是素颜上阵，完全抛弃光环与偶像滤镜，让自己沉入角色命运之中。她不再刻意追求漂亮，而是选择真实，选择疼痛，选择承载那种作为母亲、女性、个体的崩溃与挣扎。这种勇气和表演意识，在如今的女演员中并不多见。张一山的认可，不仅是一句夸奖，更像是一位同行对赵丽颖多年努力的一次盖章。他表示，赵丽颖身上有一种极强的信念感，她不靠技巧取胜，而是靠她对角色的理解和生命力去打动你。在拍摄间隙，赵丽颖极少社交，她总是独自坐在角落默默背词，酝酿情绪，而一旦开拍，就仿佛1秒进入状态。你会觉得你不是在跟赵丽颖演戏，而是在跟一个真实的角色对话。张一山如此评价。这样真诚的评价，让很多观众重新审视赵丽颖作为一位演员的厚度。她不再是那个收视女王流量担当，而是一步步凭借角色实力站稳在现实题材阵地上的女性演员代表。而张一山，这位出身于家有儿女的童星，也早已褪去少年光环，成长为一个不惧挑战、热衷复杂角色的真正表演者。他们两人的首次合作，注定将成为华语短剧领域一个新的表演标杆。除了演技的碰撞，在人间本身的社会议题也不容忽视。剧中所涉及的心理问题、家庭关系、情感暴力等元素，让它不仅是一部剧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无数现实家庭中的阴影与挣扎。赵丽颖与张一山用精湛演技为这类话题赋予真实与共鸣，让原本沉重的话题也具有了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。剧集虽然短小，但每一集的信息量与情感密度都极其浓缩，也正是这种短而深的风格，让它一经播出就引发观众广泛热议。对于观众而言，看到两个演技派演员合作，是一种久违的享受。他们不靠人设，不靠 CP 炒作，而是单纯用演技打动人心。这种纯粹，反而在浮躁的娱乐生态中显得尤为可贵。尤其赵丽颖，以她曾经被轻视的非科班身份，一步步逆袭到今天，靠的是一种从不妥协的职业态度和自我锤炼的能力。而张一山，则是童星出道却不迷失。王一博不止文体双修，时尚圈也被他拿捏住了。是不是都发现王一博美了？美得如花，水灵灵的惊艳到了每个人，长发一留，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。王一博出发上海参加活动，一件白色衬衫配黑色宽松裤，搭配卷毛长发，清冷中带着仙气，整个人美到人心坎里，皮肤白皙干爽，让一个女生都要羡慕的程度。白衬衫的斜襟设计，配上长发的她，有种符合年龄段的成熟气息，短发的少年感没了，多了一份男人的韵味。再加上这次植村秀的活动，装扮更是熟男风韵。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很吸引人，有着与世无争的清爽与干净，再加上王一博的身材好，气质佳，穿衣有型，成为奢牌追捧的对象。这2天的王一博肉眼可见的忙得不可开交，从上海参加要赛车到青岛参加华表奖，有连夜回北京，还有一天又深夜飞上海，不禁感叹一句：空中小飞人。几天的行程下来，比我们1年坐车的次数都多。这边王一博赶赴上海，原本参加自己代言的植村秀的直播场景都搭建完成了，王一博也一身妆容出现在现场，结果因为设备故障，直播间涌入过万人，不得不临时取消。没能看到王一博直播有些惋惜，
不过看到他清新干净的一幕，整个人还是容光焕发，神采依旧，就满心欢喜。看到王一博下车的一瞬间，现场来了不少粉丝，直接嗷嗷叫着他的名字。被人一叫，王一博就拘束害羞，有点腼腆起来，脚下的步伐明显加快很多。跟我们这么线外，自己追星那个嗷嗷叫的王一博，我们可是见识过的。有意思的是，近日王一博各大代言物料频出，安踏携手王一博共赴5年，推出一系列的滑板街舞系列的单品。与此同时，法国鳄鱼推出全新主题，蓝白色系的花，有种蓝色妖姬的感觉，很有创意的把王一博的运动美呈现了出来。3色叠穿，很有层次感，含苞待放，花样绽放，奢牌的创意果然与众不同。看到王一博接过那朵花时，笑得跟花一样，就知道这又是一件大爆款。果然大家都发现了王一博的美，长发的想象空间就是拥有无限的可能。我的大漂亮真是干什么都这么带劲，干什么都漂亮。文体开花的王一博，在自己的时尚圈中同样也开屏，更是带动自己的商务价值持续飙升。别说人家代言这么多，确实有个性有魅力，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提起王一博，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那个驰骋在赛道上的职业摩托车手，或是那个舞台上精准有力、节奏凌厉的舞者，又或是荧幕中一次次突破自我、演技坚贞成熟的演员。然而，若把视线从舞台和镜头中移开，我们会惊喜地发现，他在时尚领域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，甚至可以说是开屏式的存在。这个原本被定义为文体双修的青年艺人，正在以沉稳坚定的步伐跨入另一个光芒万丈的舞台——时尚圈，并且游刃有余，气场全开。王一博的时尚魅力，并不只是源于天赋的外貌与身材比例，更在于他对时尚的态度和理解。他从不刻意追求潮流的热门，而是始终坚持自我风格，用沉默却坚定的方式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学符号。从日常私服的街头风、暗黑酷感风，到走红毯时的极简西装、高级定制，他始终以精准的选品和恰到好处的气质演绎，赋予衣服第二生命。对于王一博来说，时尚不是为了博眼球，而是一种无声表达内心态度与个性气质的媒介。他可以是冷峻如刀锋的高定男模，也可以是活力四射的街头少年。他可以轻松驾驭先锋解构主义，也能诠释极简主义的克制之美。而更难得的是，无论是哪种风格，他都不显得用力过猛、不自然，反而仿佛天生如此，浑然天成。这种百变却不失真的特质，正是时尚圈最难得的特质之一。也因此，他频频成为各大奢侈品牌、潮流杂志争相合作的对象，不仅成为多个国际一线品牌的代言人，更屡屡登上高端时尚刊物封面，在业界建立起极高的辨识度和专业认可。更重要的是，王一博不是单纯被穿搭，而是真正理解时尚并主动参与构建的风格缔造者。他在选品、造型、演绎上都有极强的主观意识和审美判断。他敢于尝试新材料、新剪裁，挑战非传统的男装设计，同时又能在细节中精准把控比例与气质，使整体造型既突破常规，又不失高级质感。在一次次的机场照、活动造型和时尚封面中，王一博不断打破偶像的边界，逐渐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时尚审美体系的风格偶像。而在当下娱乐圈，真正能把时尚做到自我表达层面的艺人并不多。很多人被动接受造型师的安排，缺乏对整体风格的判断力。也有一些人虽然造型大胆，却显得刻意或脱离个人气质。而王一博的成功，正在于他将时尚作为一种语言，不仅说出了自己是谁，也表达了他希望传递给世界的态度：坚定、克制、干净、独立。他的时尚之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在出道初期，他曾因为木讷、造型单一被质疑没有时尚感，但他没有急于证明，而是随着自身的成长，一步步提升对造型的理解，
与专业团队共同打磨，从舞台造型、影视造型再到商业活动，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令人惊艳的进阶足迹。从青涩偶像到封面常客，从时尚黑洞到风格典范，王一博用时间和作品回应了所有质疑，用行动改变了最初的标签。而他之所以能做到文体时尚三期开花，归根到底还是源于他对事业的极致投入。他对舞台的极致要求，对角色的深度钻研，对赛车的认真训练，构成了他认真就是最酷的人格核心。而这种认真也贯穿到了他的时尚选择中。他从不敷衍每一次公开亮相，也不将品牌代言视为任务完成，而是真正参与其中，去了解品牌精神，去结合自身风格做出匹配。这种对时尚行业的尊重，反过来也赢得了时尚圈的尊重。在这个动辄快消标签的娱乐圈，王一博用行动诠释了慢热者的长跑逻辑。他不靠话题爆点强行登上热搜，不靠博眼球穿搭吸引流量，而是通过稳步而深耕的方式，扎实建立自己的时尚影响力。他或许不是社交话题王者，却是各大品牌眼中不可替代的代言人。他或许不是最高调的造型大师，但却是时尚评论界公认的高级表现者。在时代审美快速变迁、个性表达日益多元的今天，王一博的时尚观更像是一种值得效仿的生活哲学。他教会我们不必盲目追逐潮流，而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；不必刻意制造话题，而要用行动、气质、态度去赢得世界的认可。他不急于被看见，却终将被看见。他不轻易说出口，却始终用实际风格引领风向。对于粉丝来说，王一博的每一次亮相，不只是帅气，更是一种力量的传递。他身上所展现出的独立人格、审美自觉与克制风度，让无数年轻人相信，外表的表达可以是多元的、自由的，但背后的力量来源于你内在的坚持、审美与判断。他并不靠炫耀，却始终在启发。也正因如此，王一博的影响早已超越了艺人本身，成为一种新时代青年审美、个性表达和职业态度的象征。他的存在让人看到，真正高级的时尚不是标新立异，而是从骨子里自然流露；不是华而不实的包装，而是对内在的外化。他让我们看到，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沉淀和态度，无需言语也能光芒万丈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在追寻自己的风格，在思考如何在这个纷杂世界中表达自我，或许可以从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中汲取力量。你不需要迎合所有流行，也不需要讨好所有目光。只要你认真生活，认真选择，认真表达，总有一天，你也能如他一般，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，自信开屏。时尚从来不止于穿什么，更在于你是谁。而王一博用沉默、努力与真诚，告诉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答案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